这次要来评测频道史上最贵的产品，两张高端水冷显卡 ROG Astro 5090 OCLC， 现在市面上要价台币12到13万，还常常一卡难求。微星5080 Spring Liquid SoC 56900，水冷显卡本来就偏少见，这次是跟朋友借到才有机会拍的。5080、5090各大频道都测过了，这支影片就不炒冷饭，重点放在最新出的几款游戏，以及现在很夯的本地 AI 运行效能。先看 ROG 5090 LC 的外观，拿到手第一印象是扎实，全铝合金框架，比想象中厚重不少。卡体大小其实没有一般5090空冷那么夸张，厚度只比2槽多一点点，但月间的幅度足足多了5公分，加上水管从侧边走线，如果你打算立式安装，侧板距离务必先量过，不然装到一半才发现卡住会很尴尬。散热这边也没再客气的，卡身自带一颗10公分的风扇，负责辅助散热。风扇外圈还刻了一圈华硕内弧左部的经纬度坐标，算是官方藏的小彩蛋。水冷排用的是38毫米的厚排，比市面上常见的27毫米厚了将近4成。背板留了一块裸空区，可以直接看到镜片背面的电容排列。输出端子给到了2个 HDMI 加3个 DP， 多萤幕输出这块是给好给满。微星5080 Spring Liquid 这边走的就是另一套设计语言，正面一大片金属法丝纹，搭配类似龙鳞的切割线条，刻上 Spring 字样。左跟风的风扇比 ROG 略小一些，背板是一整块的金属材质，以不同方向的法丝纹和雾面处理混搭出层次，还压了一枚硕大的钻石浮雕。侧边 Spring 字样用亚克力做切割和浮雕的处理，通电点亮之后有种水晶折射的质感。有趣的是，5090现在不管是哪个型号都在大约12到13万左右，缺货且现组装，等于说水冷和风冷的价格几乎没差。5080就不一样了，入门风冷卡4万5，水冷版比入门版贵了不少。如果只看外观，先不管价格和效能，你会选哪一张？是 ROG 的沉稳内敛，还是微星由线条堆砌出的精品感？留言告诉我。再来看两张卡的规格差异。显存部分，5090是 32GB 的 GDDR7， 位宽 512bit，5080 是 16GB， 位宽直接砍到剩 256bit。5090有21760个酷打，5080只有10752个，只有5090的 49%， 连一半都不到。拿上一代来做对比，4090是16384，4080占比是 59%。这一代80系列的核心占比比上一代明显又缩水了一截。如果拿这个 49% 去对照上一代的产品线，会发现它跟上一代的4070 Ti Super 几乎是在同一个位置。换句话说，照核心占比，这张卡虽然挂着80的名字，实际上的定位其实更接近5070 Ti Super。这次测试环境的完整平台配置放在这边。CPU 用的是 9850X3D， 记忆体是微刚6000 C30 16GB×2， 开启 eXPO。电源是 ROG 的1200瓦，确保能喂饱5090这个吃电怪兽。那么先看理论跑分，在传统光栅化测试项目 TimeSpy， 图形分5090 46162分，5080 30823分，差距约 50%。4K 解析度的 TimeSpy Stream 差距则拉大到 58%。到了新一代测试项目 Still Nomad 以及光追测试项目 Portfolio， 差距更进一步放大到约 70%。这两张卡之间的效能差距大到完全可以再切出一张5080 Super。游戏测试开始前，先打个预防针。这次的游戏测试是照着最高标准 4K 解析度、最高画质、光追全开。在这个标准下，5080的数据会比较难看，而不是要去拉踩5080。画面会分为3个设定档位。第一个是看显卡原始的帧数表现，以及开启 DLSS， 再来是50系专属的4倍帧生成，看帧数能冲到多高。你可以自己挑能接受的画质和流畅度的平衡点。另外，这是为了准确记录帧生成下的186 FPS， 采用的是 NVIDIA 自家的监测工具 FrameView。首先是电狱判客2077，先解释一下路径追踪和一般的光追差在哪边。一般的光追通常是只挑几个效果套用，像是反射、阴影，其他部分还是靠传统的光栅化去计算，是一种混合做法。路径追踪则是整个画面的光线都照着真实世界的物理路径去做模拟，预算量是直接高了好几个档次，也难怪都上市快6年的2077，5090开到最高也只能跑到30几帧。
这游戏对显卡的压榨程度到现在都还是天花板等级。不过这款游戏的 DLSS 优化还是不错，5090开启 DLSS 就可以流畅运行，开了4倍正胜层，帧数翻了3倍，这里也能看出正胜层本身也是会占用一部分的显卡效能，并不是单纯的乘以4。黑神话：悟空影视级加光追超高，也是数一数二压力大的游戏。5080的1% low FPS 只剩8，开了 DLSS 后平均帧数确实有拉起来，但1% low FPS 却没有等比例的改善。正胜层终究是建立在原始帧上，原始帧不够高，补出来的数字再好看，操作起来也是能感觉到卡顿。这边会建议适当调降一些画质设定，游玩体验才会比较好。《魔物猎人荒野》官方前阵子把 Benchmark 工具给下架了，理由是它已经不符合实际的游戏效能。这边改成在天斩沙原这样地图跑固定路线，实际上荒野还有不同的地图以及团战等复杂的情况，这边仅供参考。可以发现荒野现在其实优化的不错，5080原生也能跑，平均帧和5090差距缩小到 56% 左右。而以日本为舞台的赛车游戏 Forza Horizon 6极高加光追，5090平均73帧，5080平均49帧，开启 DLSS 后就有良好的表现。2026年备受关注的都市开放世界游戏《异环》，全景光追甚至只有 16GB 显存以上的显卡才能开启，资源的压榨相当无情。这里在雨天开车跑固定路线，原画加全景光追，5090只有36帧，5080更是只有23帧。去年火爆的武侠游戏燕运16声目前没有光追选项，极致画质下载开封跑图，5090 101帧，5080 96帧，差距只有 5%， 是这次两张卡差距最小的游戏。DLSS 提升的幅度也不高。比较奇怪的是，两张卡跑这款游戏的时候 ，GPU 使用率都不高，不知道该说是优化好还是不好。绝区零 3.0 也加入了 DX12 模式以及光追，这边在新地图罗斯凯利法跑图。不过这款游戏的优化奇差无比，两张卡的1% low FPS 就算开了 DLSS 和正胜层还是很低。这不是我设定的问题，有非常多的玩家都反映过，期望后续优化能快点解决。人机迷惘2026年4月上市的卡普空新作，在城市购物区跑图。这款游戏是测试的所有游戏里显存占用最高的一个，5090加 DLAA 可以吃到 20GB， 但画面是真的漂亮，而且游戏优化其实还算不错。我自己实际用5080画质全开加 DLSS 加2倍正胜层就能够流畅游玩。我个人也是蛮推这款游戏的，毕竟谁能无视这么可爱的女儿呢？游戏讲完，我们这次来到另外一个重点，两张卡能不能跑本地 AI 模型，差距有多大？先测本地 LLM 推理，用 Ollama 跑 Qwen 3.5 系列模型，9B 模型这两张卡都能够完整的塞进显存，差距约 50%。27B 模型这边5080的 16GB 就装不下了，会自动把塞不进去的部分交给系统记忆体，差距拉到 277%。这个差距已经不是纯粹的快慢问题，是5080没有办法舒服的跑这大小的模型。再来看 AI 绘图以及影片生成，用 Confi UI 内建的模板实测，每个项目都跑5次，去到第一次载入模型的时间，取后面4次做平均。在纹身图的项目，解析度1024×1024，5090快了 85%。在影像到影片这个项目，5090快了 92%， 差不多是少了快1倍的时间。32GB 和16GB 的差距，在 AI 这个场景下比游戏还更现实。游戏顶多是流畅度的差异，可以透过降低画质设定，或是开启 DLSS 和正胜层来缓解。AI 是你的电脑能不能跑动这个模型的差别。效能讲完，来讲代价。跑 Still No Man 压力测试，5090预设峰值功耗610瓦 ，GPU 温度最高57度，显存最高68度。即使是600瓦的发热大户，在360一体式水冷的压制下，仍然非常凉快。5080这边功耗最高341瓦 ，GPU 温度55度，显存58度。360水冷拿来压这个5080，显然是有点过头了。这边我们就不超评5090。新一代的 16pin 供电接口上限是大约600瓦，已经传出多起5090烧卡的案例。这边不是要散布恐慌，但显然这个接口对于 OC 版的5090长期工作在600瓦边缘是有疑虑的，所以测试的方向反过来就是透过降压，在效能几乎不掉的情况下，去大幅减少供电和散热的负担。用 GPU Tweak 3调整电压曲线，习惯用 Afterburner 的话，操作逻辑是一样的。这边先说一下曲线怎么看。我在975毫伏这个点，把频率上限设定在2850，
代表曲线过了这个电压之后就打平了。2850是这个电压能给的频率天花板，实际能不能跑就要看电压够不够撑，撑不住就会自动掉下来。设定975毫伏 ，Steel Neumann 分数14445，和预设几乎打平，但峰值功耗降到565瓦。GPU 温度降到55度，进一步降压到950毫伏 ，Steel Neumann 分数14324，效能只掉了不到2%，峰值功耗降到536瓦 ，GPU 温度降到52度。最后提醒一下，每张卡的体值不同，建议参考其他人设定的电压值做微调，找出甜点电压和频率，而且一定要经过压力测试，电压余裕要抓高一点，避免长期使用的不稳定。整理一下这次价差买到了什么？游戏方面，路径追踪这种最硬核的模式下，差距能到 78% 到 79%， 一般光追或是不吃光追的游戏，差距通常到 5% 到 56% 之间。8款平均下来的原生差距大概是 53%， 开启 DLSS 后，平均差距缩小到 39% 左右，所以就算是理论效能差距约 70%， 不代表整体游戏体验都差这么多。像烟云16声这种不吃光追的游戏，两张卡在游玩的体验几乎没什么差。而关于显存的占用，这次测试游戏里5090显存占用最高的是人机迷惘的路径追踪加 DLAA， 来到 20GB， 其次是2077路径追踪的 18GB。但开到这种特效等级，先撑不住的其实是核心效能，而不是显存。加上开 DLSS 后，显存占用只会更低，显存用量本来就会依照容量做动态调整。以游戏而论，5080 16GB 现阶段是不用过度担心爆显存。算上价格，5090是5080的2倍还多，换来的帧数提升，除非是不差钱的副歌，不然真的不划算。其实只要降低一点光追特效，5080一样能在 4K 流畅运行市面上大多数游戏。但如果你有本地跑 AI 模型的需求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。5090那 32GB 显存的优势，在这边是实打实的差距。拿去和专业卡做对比 ，RTX Pro 6000 96GB 要价将近台币50万，5090在这边还反而显得有点性价比。不过5090除了价格，功耗也是个问题，电源和线材的选择需要多加留意。这次随人版显卡的巅峰对决就到这边，我是 Saint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